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又是年底住院医师申请的季节，每到这个时候呢，在医学生毕业以后都要开始申请住院医师。这个住院医师的面试呢，就等于是可以决定你未来明年8月1号开始要在哪里工作，所以可谓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关卡。那尤其是呢，这些科别啊，如果是比较热门的科的话，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。那我过去呢，在我们骨科担任住院医师教学指导负责人的角色，那所以在过去呢，我们这几年来每年都要看上数十份的履历还有报名表，并且面试这数十个人，最后才决定要录取哪2位担任我们的住院医师。那从过去这几年的经验，我有一些感想想要分享给各位，包括说前面的人都犯了什么错误，或者是有哪些他们做得好的地方，值得让后面的学弟妹参考。那在我这个视频呢，我就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面试前的准备，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面试中你要怎么样来应对进退。OK， 好，首先是面试前的准备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面试前的准备已经占了70%左右了，可以说是决胜于千里之外。第一点呢，面试前的准备你一定要先最好是可以到该科去担任实习医师，或是在 PGY 的时候就可以到该科去工作，让大家可以认识你，并且让大家可以对你有良好的印象。良好又深刻的印象，其实是已经让你先赢一半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要注意这个良好的印象，其实不只有主任或者是主治医师。事实上我们在收住院医师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打听的。我想各科也都是一样，不管是你在值班的时候的表现怎么样啊，你是不是有摆臭脸啊，是不是有偷溜去睡觉啊，或者是你在别科表现怎么样啊，或者是说你对护理人员有没有什么不礼貌啊，这些其实我们都会收集资料，然后最后对评分做一个参考。所以第一点最重要应该是要让你要申请这个科别对你有良好的印象。OK， 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了解这一科的生态？这一科目前的组成是什么样子呢？都是资深的教授比较多，还是年轻的主治医师比较多呢？那这一科比较重视的，它是临床的服务呢，是看门诊的技巧呢，是同理心呢，还是说是开刀的技巧，或者是像我们骨科在开刀房比较重视团队的合作呢？或者是像有一些科比较重视研究呢，这是可能你要先去打听、先去了解的，并且要从一开始就要开始准备往这方向来准备，这样子你在 apply 的时候才会比较有胜算一点点。那在第3个就是说，如果接近要面试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开放报名。那开放报名，你必须要填一些报名表嘛。那报名表就会有一些资料让你填过往的丰功伟业啊，你做过什么事情啊等等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你可以展现你自己的机会。但是呢，要注意说，这些内容最好是跟你有相关的，跟你要 apply 这一科有相关的，必须要用重点的方式来展示。例如说，你有到国外去实习啊，你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啊，你有参加相关的学会啊等等，这个就是必须要优先的展现。其他都是比较次要，例如说你高中担任班长啊，你担任风纪股长啊，或者是你在一些小小的社团担任总务啊，这个就是比较 minor 的事情，就是可以比较放在后面或者稍微提到就好了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如果你都只有填那些制式的报名表，对吧？你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点。我看有蛮多学生，其实他们都有另外有制作一些精美的附件，就做的像一个报告一样，然后还有翻起来还有目录，然后就让人家印象深刻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看这些报名的资料，有些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啊，这个没有什么期待的，对啊，就最好干脆不要来好了。那有些你看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哦。对啊，我想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，所以其实，在一开始资料的准备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非常用心去看待这件事情。其实这个呢，从你资料准备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你的人嘛，只能从资料对你有初步的印象，所以资料准备就非常的重要，对吧？以上这3点就是在你面试前你必须要先准备的。第一个就是你到这一科来 run 的时候，是不是让人家有良好的印象？
那第二个就是说，你是不是有了解这一科的生态，这一科重视什么？那第三个就是资料准备一定要用心的准备。那如果要讲到说是在面试的时候呢，我也有3点建议可以给大家参考。第一个就是有正确的服装仪容，还有应对的进退。之前有一些来面试的人，看起来好像他是刚睡醒一样，然后衬衫扣子也没有扣好啊，然后也随便穿啊，然后裤子也松松的这样子，甚至穿球鞋进来。当然有一些你比较创意的工作啊，你或许是可以这样子穿着去面试，但是我觉得医生还是比较严肃的行业，然后大部分的医生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，除非你确定这一科的医生都是很随性、很 casual 的医生，对吧？否则你如果进到面试的现场，你发现说，其实面试你的考官穿的比你还要正式的话，那考官可能会对你的印象不是很好。所以我觉得穿着整齐，然后至少穿个衬衫或西装外套，这样子大概是比较保险的做法。OK，那应对进退其实也是一样，不管你跟考官再熟，不管你跟这科学长再熟，可能都要谨守应对进退的礼貌，比如说常说谢谢您啊，这些比较礼貌的用语，就至少在面试的时候不要开一些不适当的玩笑，即使你跟这些学长姐都还要熟，都在熟，都还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因为开不适当的玩笑，或许你如果应对进退拿捏的不好的话，或许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比较随便的感觉，这个是这应对进退的部分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你要怎么样来介绍自己？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事先练习的，你必须要自然而且自信的可以表达自己过去的丰功伟业。因为当然有一些人他会准备得很好，会事先练习，这个是有必要没有错。但是你必须要练习到你可以很自然的讲出来，讲出你过去做了什么什么跟这一科有关的事情，而且切记千万不要碰轰，千万就是比较尽量少讲一些形容自己很厉害的形容词，说我这个是做过我最棒的事情啊，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，我是第一个人啊，这样尽量用一些事实来证明你自己的功绩，而不是用一些吹嘘的形容词。有时候你太过自信或者太超过的话，难免会让人家认为你是碰碰，或者是你不够真诚，而且这个学长姐也会认为你说会不会你进来是比较不能够团队合作，会不会你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，这个是在表达方面你需要注意的。那第三个就是说要注重逻辑思考，就是有一些面试的题目其实都是你事前想不到的，因为事前想得到什么，你为什么要走这个科啊？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医院啊？这个其实大家都会准备，但是有一些题目是你想不到的，例如说呢，有人会假设问你说，如果你在上刀的时候，然后总医师下了一个命令，但是你认为这个命令是对病人有伤害的，你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啊？你要服从他的命令，还是你要去跟主治医师报告，还是你要跟他 argue 等等？例如像这些比较变化的考题，其实或者是说有一些他问你拿这个病历出来问你，拿 X 光片出来问你，问你说这个诊断是什么，要怎么样去做？其实呢，考官重视的大概都不是最后的答案，而是你的逻辑思考。他要从你的思考，从你的表达，从你怎么想的，来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适不适合到这一科来工作。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思考很清楚的告诉你的考官。例如说，我第一步我会怎么做，第二步我会怎么做啊？如果你的思考比较有逻辑，然后表达也清晰的，这样大概就都可以过关。OK，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。我简单分享住院师面试前后的准备技巧，对吧？面试前呢，就是要注意一些资料准备，还有让人家印象深刻。那面试中呢，第一个要注意你的仪容，还有对话的一些态度，然后要有逻辑，然后另外就是要有自信，但是却要带点谦虚的表达自己。OK， 最后希望各位都可以应征 apply 上你们理想中的科别，就展开就快乐的医界人生。OK， 拜拜。